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3季前情提要。奎因集团被雷完整收购，昔日阔少变成穷光蛋一枚。在奥利弗准备开启新生活之时，噩耗传来，Sarah 被神秘人谋害，死不瞑目。小队几乎把行程翻了个遍，也没找到半点线索。安葬好 Sarah 后，奥利弗决定启程寻找妹妹。时隔半年，是时候接西亚回家了。没了钱，自然就没了私人飞机，民航还不能携带弓箭。3个穷汉跋山涉水赶往了马耳他。按照费利西蒂给的地址，奥利弗敲了半天门，无人应答。一墙之隔，马尔科姆已经提剑瞄向了大门。在好心邻居的帮助下，奥利弗才找到了咖啡店打工的妹妹。这半年来，马尔科姆把自己的看家本事全部交给了女儿，让西亚由内而外彻底改变。留了一头干练的短发，掌握了各种生存技能，只是他再也不想回到星城，那个地方充满伤心的回忆。为了不影响妹妹工作，奥利弗走到迪哥身旁。莱拉刚好在这边有个接头人，已经失联很多天了，希望丈夫能帮忙确认男人的安全。男人行为异常谨慎，对自己人都留有一手。通过莱拉交给迪哥的解码器，才互相确认身份。只因为他不久前得到了一个情报，当地有一群人黑进了天影会的服务器，里面的数据包含了所有特工的身份资料，一旦售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男人为此被追杀数周。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迪哥和奥利弗就已经趟进了这趟浑水。男人熟练地把迪哥带到了对方的接头地点，比起之前的紧张，现在又格外冷静。迪哥不禁怀疑男人的真正目的，等缓过神来，已经被电得全身麻痹。莱拉的解码器被男人拔走，显然这个男人才是出卖天眼会的真凶。之前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扯淡，可现在拥有了解码器，一切都可能成真。阿曼达已经派了一支小队赶来支援，最快要1天到达，恐怕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与此同时，罗伊也找上了西亚，既然哥哥说服不了他，那自己过来试试。西亚之所以离开家乡，是因为那里充斥着太多的谎言，妈妈、哥哥，其他所有人都在欺骗他，而这里没有人认识他，自然也没有人会欺骗他。也许这里才是西亚的归宿。罗伊想了想，便放弃了劝说，还把以上对话全部转述给了奥利弗。闻听此言，奥利弗不得不祭出大招，拥有主角光环 buff 的真情 talk。罗伯特放弃生命保住儿子，莫伊拉主动牺牲救下女儿。父母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兄妹俩好好生活，不互相陪伴的生活不算真正的生活。西亚泪目了。当天下午，奥利弗3人根据莱拉的定位追踪到了男人。没有趁手的兵器，奥利弗只能把酒店能拆的东西全部拆了，临时拼凑出了2把弓箭。对他们来说，这窗帘弓箭足够了。男人提前雇了一批雇佣兵保护自己，一直交火到弹尽粮绝，才勉强清理了杂兵。最终在迪哥的漆黑塞炮下解决战斗。另一边，西亚告诉马尔科姆自己要回到哥哥身边，并且展示了自己绝对的战斗天赋，回家自保绰绰有余。事实上是马尔科姆故意输给的女儿，这就是他的父爱之道。当天4个人就坐上了回家的飞机。星城这边，罗罗找到了一位格斗教练泰德，起因是泰德的学员在昨晚参与了一起盗窃案，临走前不忘拿了一份宣传手册，上面写着夸张的宣传。罗罗心动了。这会儿菲利西蒂正忙着上班，有个霸道总裁相助，干什么都轻松。而且雷这个人还贼拉正直，投资的一切都是为了造福百姓。说着，罗罗就打来了电话，让菲利西蒂帮忙查了一个罪犯的地址。不久前他参与了一个互助会，其中一个女性同胞常年被家暴，罗罗当晚就穿了一身黑色紧身衣，蹲在小巷等待。在占据先手优势的情况下，罗罗被打得住了院。他始终没有Sarah那般实力，虽然今天的操作有点下饭，但这顿揍让他领悟了一个道理：这个城市还需要另一个金丝雀。等奥利弗到了家之后，他还是鼻青脸肿的。劳罗希望奥利弗能教自己如何战斗，可奥利弗根本不想承担这种风险。学会了战斗就意味着会受伤，他不希望有一天接到电话：“喂，您好，请过来给劳罗收尸。”嘴上这么说，晚上还是把家暴男送到了警局。集团这边，菲利西蒂刚刚下班，雷翻阅了一下奎因集团科研部的资料，看着眼前各种尖端武器，一套钢铁侠战甲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。而奥利弗跟罗伊屁股还没坐着呢，就听到一声弓弦拉开的声音。萨若的事已经传到了尼萨的耳朵里，恶魔之女专程过来给老婆报仇。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听到奥利弗亲口说出的时候，还是一阵钻心的疼。在墓碑前愣了很久很久，到最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尼萨才痛哭了起来。奥利弗生怕他干出什么傻事，给 Sarah 复仇的办法只有一个：绿箭小队和刺客联盟合作，一同收集线索。达成协议后，尼萨说出一个惊天秘密：马尔科姆还活着。Sarah 之所以回星城，一是为了探望家人，其次最主要的是打探马尔科姆的消息。所有人都以为1年前奥利弗亲手干掉了马尔科姆，实则不然。根据联盟的情报，他们发现马尔科姆曾暗中联络过莫伊拉，
最终的实锤是 Sarah 拍下照片，图片上的人不是马尔科姆还能是谁呀？从 Sarah 的衣物中找到一张白纸，高温下显现出了银写术，可上面的文字驴唇不对马嘴，任谁都看不懂，只能大概看懂2个文字：詹森父亲以及2个问号。众人推测昆汀有可能知情，果不其然 ，Sarah 曾找到过他询问詹森的位置，再详细的昆汀也不知道了。为了哄骗这个可怜的老父亲，连尼萨都跟着撒起了谎。拿到詹森的地址后，全员出动。9年前，马尔科姆帮了詹森一个大忙，在那之后，詹森就把自己的宅院送给了马尔科姆，这宅院也就是目标点。当尼萨找到宅院深处的马尔科姆时，杀意顿起。待烟雾消散去后，马尔科姆早就溜到了外面。奥利弗本有一击毙命的机会，他却故意把箭射偏，自己不再杀戮，身边的人都理解，只不过箭里含有纳米的追踪器，这样的话，马尔科姆躲在哪儿都能被及时发现。奥利弗之所以故意射偏放走马尔科姆，全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定他的罪，但罗罗却已经给他私定罪行，甚至把奥利弗看成了懦夫。尼萨只能当起和事佬。深夜，奥利弗独自调查马尔科姆，追踪器的把戏在魔术师眼里不值一提。马尔科姆电联奥利弗独自见一面，到那时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。从半年前的米仔大军袭击开始，马尔科姆就一直在保护西亚。他虽然是个杀人犯，但也是一名父亲。马尔科姆发毒誓说萨拉不是自己杀的。事后从西亚嘴里得知马尔科姆所说无误，奥利弗这才选择相信马尔科姆。这种盲目的信任让尼萨失去了耐性，连续2次放走了马尔科姆，任谁都有暴脾气，打算自己去手刃杀害萨拉的凶手。想引出马尔科姆，就得从西亚下手。这会儿西亚正在和罗伊结伴回家，尼萨半路杀出，这一波罗伊失手下饭，管你妈！秀了一个阿姆斯特朗回旋后原地去世。很快城市里升起了一股紫色烟雾，这是联盟用来发信息的方式。西亚不敢轻易展露自己的功夫，被绿箭侠救下后撒腿就跑。为了妹妹，奥利弗不得不跟尼萨开战。战斗没过多久就变成了3人混战，马尔科姆同样为了女儿而来。尼萨最终败给了马尔科姆，而马尔科姆败给了奥利弗。直到这一刻，马尔科姆都在发誓自己没有杀害萨拉，还试图把火力引到忍者大师身上。萨拉几次背叛刺客联盟，忍者大师又岂会让他如此放肆？奥利弗又放走了马尔科姆，回到地堡就挨了尼萨一塞炮。尽管这样，奥利弗还是在尝试保护马尔科姆，而尼萨也没有多说，他宣布从今天起，刺客联盟与绿箭侠开战。远在中东的南达尔巴特，尼萨拜见了自己的父亲忍者大师。雷小谷从拉萨路温泉慢慢起身，对于马尔科姆的背叛，他肯定是会让其付出代价，但萨拉他从未真正成为联盟的人，又谈何背叛，谈何复仇呢？至于奥利弗，这人既然喜欢多管闲事，那就与他开战。接下来的1周里边，罗罗每天都去找泰德练格斗术，每个人都在加紧训练，就连费利西蒂也在家中做腹肌撕裂者。雷直奔他家商量自己新的计划，他打算把奎云联合企业的新能源资产卖出去，与其说卖，不如说赠出去，免费提供给平民百姓。转眼费利西蒂骑马赶到，唐纳一眼辨认出了雷。最近市面上超火的小天才智能手表就是雷研发的，雷还大方地送给了唐纳一块内部研发的新型号小天才6代。与此同时，马尔科姆出钱给女儿租了公寓，还顺便买下了夜店的产权。亲爹养父后爹都是有钱人。突然间城市灯光骤灭，一瞬间陷入了黑暗。只见一个自称兄弟之眼的组织出现在各种电子设备上，他们要宣判星城的灭亡，让这座无药可救的城市彻底覆灭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迪哥只能暂时把女儿交给唐纳照看，绿箭侠小队和警方合力介入调查，黑客方面的事儿还得靠费利西蒂。这不禁让他想起了大学生活，那年他们还是葬爱家族，和大学小男友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钻研黑科技术，还一起研发了一款危险的电脑病毒。可惜后来男友犯法被捕入狱，2人便再也没有了联系。兄弟之眼搞得民心惶惶，停电的停电，暴乱的暴乱，甚至有一群人企图攻击银行。绿箭侠小队也只能勉强维护下治安，他们不能伤害百姓。对方的黑客手段远超费利西蒂，而兄弟之眼用的病毒正是他们大学时研发的。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。小队开始逐一排查当年黑客团队的成员，最终排除所有人，只剩费利西蒂前男友库珀。可这也不可能啊！库珀大学入狱后因为压力过大，在监狱里就上吊自尽了。调整了很长时间的心态后，费利西蒂找到了老妈。库珀的死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老爹，抛下母女离开跟死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转眼一群黑衣人绑架了母女，摘下头套后居然还真他瞄的是库珀。说起那段上吊自尽的经历，不过是个幌子。国家安全局需要一个高级黑客担任网络间谍，
比起蹲一辈子大牢，库珀选择了下岗再就业。从业的那些年里，他没有了人情冷暖，他现在只想利用自己的技能赚大钱。这自然需要菲利西蒂的帮助，毕竟病毒是菲利西蒂编写的，没办法，只能佯装答应。怎么逃出去成了一个大问题，母女俩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突然，小天才6代响了起来，原本让人心态爆炸的闹铃却成为了救命稻草。趁库珀不在的间隙，给奥利弗发送了地址。奥利弗虽是及时赶到，却也被库珀的运动传感器锁定，想要轻易逃脱是不可能的。奥利弗的大脑中闪过了大字“秦王教主”，凭借着风骚走位躲过了攻击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菲利西蒂竟然单杀库珀。平时只知道躲在背后敲键盘的库珀，又哪是每天坚持做腹肌撕裂者的菲利西蒂的对手？这还多亏了雷的小天才手表，真是科技改变生活。夜深了，罗伊从梦中惊醒，因为他梦到 Sarah 死在了自己的手里。那一幕真实的可怕呀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